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雅果小曲哈。今天来介绍新车，又有一台新车，也是低跨版的，它叫做 Golf X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。那我们讲在 Golf X 跟我们以前的那个 RX 800哈，蛮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台哈，虽然都是低跨版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是做低叉，前叉是做低叉的。好，我们先讲一下它的规格好了。好，它的规格呢是20AH， 然后配1000瓦的电机，20×4的轮胎。好，就是一般大众规格，可是它设定有些不同，好，需求上也是不同。它多了一个东西叫做折叠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前面，看一下它前叉的部分。它是做低叉的，所以它的折叠一定会比我们的 RX 它是做高叉。啊，它是做低叉版，然后可以软硬可以调的避震器。好，软硬可以调的避震器，可以试一下吗？好，来我们试一下。现在是最软，我做给你们看。好，这个是避震。哦。然后我们把它转到最紧，顺时针转就是lock 住，这就完全锁住了。啊，如果你们前面有载货啊还是什么的话，你可能怕它跳动，你们就会把它转软一点，骑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啊，那它是低叉，但是它有做软硬可调啊，很多的低叉版它是没有软硬可调的设置，它是有。然后前面的话，他们有做猪鼻子的设计。我们现在这台车我们会附一个篮子，那篮子的部分，你看它的框是铝合金的，不是铁的，好，铝合金的前车篮，然后再搭配一个木板，做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设计。那有猪鼻子的话，你们如果有自己的篮子，也可以自己去改装，改大一点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好，这边有猪鼻子可以去锁，有4个孔位可以锁。哦，这个篮子是锁在车身上面的，锁在车身上。你看我轮胎动，篮子是不动的，好，所以你不会有什么，篮子在这边就太重，车子倒车的问题，前面载重太重，好，这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，或者前面东西因为龙头甩动就东西掉出去，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而且你前面载东西转弯也比较不会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轮哦。这边的话，篮子上面有锁一个大灯，在这边，这有一个反光片。那这大灯的部分的话，如果不装车篮，你可以拆掉，把大灯锁在这个位置上。哦，它是可以换的，可以换位置。然后前面有附一个挡泥板。那轮胎的话，我们刚才讲了20×4，然后它是做刹车的边框胎。那我们 RX 是做越野胎，这个是做公路胎，好，零格纹的公路胎。那一样搭配油刹。然后180的碟盘，好，180的碟盘，然后它的油刹特别讲哦，它是4活塞，一般是单活塞，两边在推动，这个是4颗，好，4颗的，4颗在推动的话就是一边各2颗，2颗推动的话会比较平均，单颗的话有可能会倾斜，有没有？哦，会偏摆，会偏摆。那4活塞的话，它就比较稳定，哦，刹车会比较平均一点，会来得更好。这边2个刹车都是油刹的，好，刹车油壶都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开机的话，它现在都做整合的哦。开机的话，电源开关在这里，好，液晶是彩色的，跟我们的550 Plus 啊，还有 RX 啊一样的液晶面板。好，那这边有个加减档，还有方向灯，好，这台车是有方向灯的设定，好，左边右边，好，再压一次，液晶上面会显示，好，左右。啊，都会显示。OK， 那这边的话是喇叭，好，这个部分呢是油门，好，这个部分是油门。那我们现在是开机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以前开机都是1档，这个开机的话是0档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切换加减档，1、2、3、4、5，5的速度最快，1是最慢，好，0就是完全不带电。那我们切5档吹油给各位看，它是单区的哈。时速在46左右，好，我们人坐上去大概是在40出头啦，好，40出头左右，好，这边是总公里数，那这边我们刚才没讲到，这个就是看它的一些设定，这单次公里数，这最高时速，
平均时速、总公里数，单次公里数。开机、关机在这里。大灯呢是按长压加，这边有个图案，长压加，就开大灯。这小归小，还蛮亮的啊。哦，对，蛮亮，蛮亮的。好，关掉，关灯看。低叉的可以折叠，所以它的龙头把手呢，它是可以高低调整。可以高低调的。好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平着骑，你也可以这样子骑。哦，哈雷，哈雷哈。如果你再把牛角这个把手再改成牛角把，就可以这样骑，好吧？很特别啊。那骑出去大家都在看的。对，牛角把的话，就是你把手像我骑的姿势的话，我手还可以微弯，这个距离其实不会很远，不会有往前趴的问题，距离还算 OK， 我觉得还 OK， 我手还有微弯。然后把手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可以折叠的，把手的部分这个往前往上推，往外搬，好，再一次往上推，往外搬，打开来。好，你看一下这个把手呢，折叠就是这样折下来。好，这个差在哪边？我们进车子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跟这边休旅车基本上这个高度大概都110以上，进不去。所以能把手折下来，你要放到休旅车的后厢，它是可以放进去的。好，不然这个高度会太高。对，会太高，会太高。这个卡扣的部分也不太一样。你注意看我这边卡扣在折叠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伸缩的。这紧度的话，用这颗螺丝去操作，可以把它转松或转紧一点。好，把它扣上去之后，它会夹住。这种的话，它龙头把不会摇晃，会锁得很紧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车身的配色的话，它是做绿色，然后配银粉，亮亮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呢，黑色渐层过来配绿色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不是它是贴纸，但是它是贴纸贴上去之后再上精油，所以你可以摸得到它的那个贴纸的纹路，但是你抠不下来，它不会掉贴纸，这个部分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电池的钥匙，电池在这边。我们刚才讲了，电池是20A 48伏的嘛，那我们把电池打开来，打开之后它就撬开来了，撬开之后你就直接拿。三星的。48伏20AH， 960瓦。那充电的位置在这里，好，靠进去。那扣进去的话，电池可以直接在这边充电。这边直接充电池这个是防水盖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也可以看到电池电量。蓝色的部分呢，蓝色灯就是满电，红色就是没电了。这边可以看到电池电量，就不开机的情况下，好。这边呢是车身的折叠卡扣，往前推往外搬，往前推往外。那合回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声音，咔，有没有？咔一声，那就是合起来了。往前推往外搬，好，这样折叠。我们顺便折给你们看。车头比较轻，车尾巴比较重，因为后面有马达，所以我们在折的时候把车头折过来。好，底下有一个停车架，有一个停车架。可以架着就放着，然后我们再把车头折下来，基本上这个休旅车要进去一定不是问题。它可以折起来了。对，它可以折，折起来不是问题。然后我们把它折出来，然后往外折的时候注意这个线的部分不要去夹到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卡扣的部分呢，你看它的卡扣部分，它是这样子推的。因为这边距离现在不够，它是这样子推出去的，所以我们在折叠的时候要把卡扣的部分推到搬到最外面，好，你看这个位置有没有，就会扣不到，它合不起来，好，如果我们把那个推到最后面的时候，就可以合起来，再去做这个小的操作了搬到最外面再去做卡扣。那注意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线组有没有？不要夹到，夹到也是合不起来。然后这边前齿呢，牙盘的前齿是52齿的，跟我们的550RX 都是一样，就52齿的，好。大牙盘比较大。那这边的话是支杯架的锁孔，这边有做支杯架锁孔。那这个座椅的话，它也是高低可以调。你们看到这边多一节，这个是
后面你有注意看到，后面它是没有避震的，但是它的避震是坐在坐管上面。好，来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它行程其实是很长的。好，没有车身的后避震没关系，但是这个行程坐起来也很舒服，而且它这椅子的话也是公规的，所以你要改很多的坐垫啊，其实都可以锁。好，要换舒服一点的坐垫也是可以更换的，但是缺点就是会比较高。哦，因为它多了这一节，所以它坐起来，像我172，我2只脚可以刚好平踩，2只脚打直。因为它要保留它的避震的行程。对，所以它会坐起来。你看我172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你坐上去的时候，它会就往下一点点。对。对，那我们刚才有量过哈，这边的高度大概是85。那 RX 的话，它是车身避震 ，RX 的话，它车身高度在80左右，差了5公分。后面部分的话，它的刹车是坐在前面，而不是后面，因为大部分坐在后面的，它是坐在前面去。那后面的部分呢，这个是它的方向灯，它的方向灯是整合在车身里面，哦，不会有凸出来一根，有没有？哦，它直接整合在车身里面。哦，压刹车的话，这是尾灯。它把新款的方向灯做在这上面。对，开大灯就是这样，压刹车，大灯是这样。啊，尾灯也有。尾灯也有哦。它不是除了这2个灯，还有这边还有一个。好，3个灯。可以开一下方向灯吗？好，方向灯开一下，这是左边的，这是右边的。哦，有哈。对，好。还有刹车灯。好，刹车灯。好，刹车灯这边应该也有。有。好，这是刹车灯3个都会亮。3个都会亮，对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后面的骨架结构也不太一样，这个都是这么粗的哦，有没有？都是这么粗的。然后踏板它已经做好的标配踏板，然后还有铺木板。这原厂就会附了吗？原厂就附了。好，除了踏板之外呢，连上面的车架部分也是铺木板。好，质感上就直接就完全提升。好有文青的风格哦。对，就很适合我。对，文青范。然后这个后挡泥板也有，好，后挡泥板也有，后轮的碟盘也是180的，啊，这边有写180的，然后一样是4活塞，好，一样4活塞的刹车，那后面一样是配那种菱格纹的，好，菱格纹的电机的话，它是配兰克雷斯的，来看一下，转一下，好，兰克雷斯485 1000瓦的电机。哦，好，1000瓦电机。再看它这个是8段变速，我们一般大部分看到的都是7段变速，这台是做到8段变速哈，总共是8段变速。它油门比较特别的坐在左边，它不做转把，也就是操控部分全部都在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变速，好，很简单，不会像550的话就是装很多东西，对，550就是满满的。好，550就满满，这就是整合全部都在坐在一起。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8是最重，1是最轻。好，这边，好，食指的部分跟拇指的部分做切换。它这样整合的面板有个好处哎，就它不会占掉太多的空间。对，你要挂东西的地方也变多。对，你要挂 GoPro 啊，挂摄影机啊，还是要挂水壶啊什么的，这边都可以挂。好，可以挂的地方就多，550就很少了。什么叫做力矩板？我先大概跟你讲一下，力矩板就是说你踩多少力给多少电。好，例如说，我现在把它开到5档，好，开到5档，我轻踩它就带电了，有没有？轻踩时速大概20几，它就给你20几的电。那以前我们的那种，它电来得很快耶。好，你看哦，我多快啊！你看啊，我只要踩这样子就出来了，电就出来了。那有些车子是要1、2、3电才出来，这个不是，你只要这样一小段，电就直接带出来了。1/8圈就电就来了。差不多。所以它电带出来的很灵敏啊，它电带出来的很灵敏，所以给电的速度很快，不会说像尤其这种东西插在哪边上坡的时候，它的带电速度就很重要。你可能要踩2、3圈电才带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痛苦，因为你那前面2圈你踩的会很没有力。这个你只要踩得下去，你电基本上就直接出来了。好，对，
那这种踩法的话会比较省电，就是我只要轻轻踩，它电就带。你看我慢慢骑，时速这样可以吹到20左右，但是我速度快一点呢，它就可以踩到时速40左右，35、40左右。好，就是完全看你人给它多少电，它就给你多少电。那以前的那种车型呢，就是例如说我设定1档。我轻踩重踩，它时速就是如果设定在1档，时速就是17；轻踩重踩就是17；5档的话，你轻踩重踩时速就是40。那这个不是，就是我踩多少力给多少电。来看一下哈，我们骑乘，我现在把它切在5档，我们直接用5档车好了，好，直接用5档车。5档，以前我们5档踩的话，轻踩重踩时速都在40，对不对？好。那这台你看啊、哦，我现在切5档，我现在慢慢骑，轻松踩有没有？它电就大概12、13、14，好，但是我用力踩呢，好，电都带到20了，好，也是轻松踩，这样子轻轻松松踩，时速15。好，那以前的话不是我们这样轻踩啊，时速直接带40，带40的情况下会变成什么情况？这样轻踩的话都是空档，好，根本就是完全吃电，没办法所谓的电扶，这个车才叫真正的电扶车，好，但是会重踩吗？不会，很轻松，而且我现在的档位是切在8速，8速是最重的，可是我轻松踩，5档直接吹油哦，看它到底可以到多少。用油门44，好，到44.8左右，好，44，这刹车看一下，什么叫做4活塞？4活塞的刹车有没有？这刹车力道，你就是轻轻松松压，它就完全刹死了。好，这刹车力道很够。然后我们刚才就是纯油门的话，可以吹到44.8左右。好，纯油门的话，那电辅的话就是看你踩的力量，你要踩到时速40几也是有啦。哦，但是脚要跟的比较快嘛，这问题就在这边。好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力矩版，它会比较有骑小二车的感觉，不会踩都是空的。哦，好，它的骑乘感会比你玩起来你会觉得不太一样。避震呢？避震的感觉？避震感觉其实不会，你不会感觉没有避震，它骑起来也很舒服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做总结一下哈，两台都是1000瓦的电机，然后基本上规格配置都是差不多的，差在这台车它是可以做折叠。好，可以做折叠，例如说你轮胎爆胎啊，去店家维修啊，它可以上车。这台车你要再出门换胎，好，它就有点麻烦，好，比较麻烦一点点。那再来就是什么样的人选这台，什么样的人选那台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就考虑到身高的问题，如果身高不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 RX， 只有 RX 能选。这台的话坐高会真的会比较高一点点。那骑乘舒适感呢，两台其实差不多，但是如果是针对体重比较重的人呢，我其实还是会推 RX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避震是可调的，好，可以打气，可以打大小。这个如果说你体重比较重的话，它的这个坐管可能会，你像我体重75，我坐上去它其实就会下沉一点点。如果体重100的话，它的行程就会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好，相对会比较少一点。这个低跨的部分的话，这台会比较低吧。好，这台的低跨的部分它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小事情啊，我觉得这无所谓。然后这高叉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，然后配一个大灯。那如果说你的功能性的这个有配一个前车篮，低叉又可以收折。好，例如说进休旅车。好，这个车身高度光这个高度就110，最少110以上，休旅车根本就是进不去。对，它的把手高度的话，这个也是差不多。Golf 比较高。你像这台车，我们去载车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拆前轮或者把手收着，我才有办法去载这台车了。对，把手拆掉，我才有办法去用我的休旅车来去载。这台不用，你就折叠就可以直接上车。好，所以它的如果你要携带，就考虑这种车。
啊，如果你是要家里骑出来哦，上课什么的话，这台车其实很适合。那2台车好不好骑，没有哪一台比较好，应该是说哪一台比较适合你。好，重点是在这边。好，那基本上的兰克雷斯的车子哈，优点就是他们的电池非常非常耐用，我们卖到现在6年哦。应该维修的电池不会超过10颗，你看多耐用，6年来哦，维修电池不会超过10颗。兰克他们的工厂我们有去过，兰克的车子原厂那边只有发货给我们雅果，哦，只给我们雅果，其他店家他们的来源我们不知道，它是从哪边来的，是淘宝还是从其他海外国家发进来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针对原厂的售后服务的部分，我们直接对原厂是最快的。我们现在有做跟原厂在做联名嘛，哦，上面挂兰克，我还可以挂雅果的 logo 进去。后续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新款车，好，其他家卖不到的车子，好，颜色也是。你像我们 G50有奶茶色，你看他们卖得到吗？我们600瓦电机他们卖得到吗？没有，他们都没有，都没有哈。对，所以他们货源来源怎么来的不知道。你跟我们买车，你骑到车子报废都还有人修。你骑那种代购的车，你找台湾在找店家修，基本上你换轮胎都是个问题。好，你光换轮胎，很多店家他们是不会帮你去做维修处理的。好，你光换轮胎，你就是麻烦，就是麻烦。好，然后如果说什么液晶啊、电控系统只要有坏掉，油门断掉。你要去买油门，你淘宝还找不到，你怎么办？找原本卖家啊，原本卖家没做了怎么办？只是一个小东西，你可能就没办法维修，不能维修，它就是不能骑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其实小东西，但是售后服务，你跟我买过车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售后服务真的很重要，不是为了在意那一点点的小钱。你要便宜，大家都比我便宜，因为我标多少钱，人家一定会打比我便宜，不然他们怎么卖？好，我标53000，人家就标5万；我标5万，人家就标48000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规格配置比较好啊。对，规格配置会跟人家会有点不一样。是啊，所以你是在台湾其他的店家是买不到的一些规格。你像我们调一些刹车，我们最起码还有店家可以帮你调刹车啊、换刹车来鳞片啊，然后处理那个轮胎啊这种小东西。那如果说你是自己买的这些东西，你会处理吗？基本上这些维修的东西来我们这边稍微微调这些东西，我们根本就不收费的。好，调刹车啊，还是调来鳞片啊，我们稍微帮你微调一下，是完全不会跟你们收费用的，除非你有买材料嘛，对不对？那相对一定要付一些材料费用这样子。我上次有听到有客人说车子拿去维修啊，其他店家啦，拿去维修的话，他们还要请那个车子送回去原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维修当场你就可以看维修的东西，我们会接给你看，影片也可以给你看，到底是哪里坏掉。啊，有些店家不是哦，藏起来就修好之后跟你讲哦，那个是电机坏掉。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有遇到过啦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修过还是没修过。但是你看到我们的做法，你不会觉得说我们会去坑你这个钱。我说实在，维修费是我最不想赚的。对，我宁可你们车骑到5年都不要来维修，对我是最开心。好，但是你们要些微调整啊，或打气呀，啊，这个都免费。你偶尔回来看看我们车，免费让你骑，好。这个是我们这个免费让你骑，让你去玩，反正我在修车，你们就去玩我的车嘛，好不好？电费算我的，好不好？有时候看一下店家，你 Google 一下，看一下店家，看他店家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有些是在煮那个，好，我们这不讲，它不是店面，有些我们就 Google 出来，它不是店面嘛，对吧？维修的时候人不见了，店不开了，就因为我们做10年了，倒过多少家？有些店家不给地址，还要私讯。不给地址啊，还要对，还要什么价格不公布哦，然后私讯，有没有价格私讯这个东西啊？反正车子有问题，我就是丢给雅果，你就来这边买就对了。我保证你5年内车子都还能骑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确定的。你看人家那个清大交大，我在新竹嘛，清大交大从1年几度到现在延毕啊。延毕车子已经晒到，因为他们都停外面，兰克雷斯晒到那个颜色都褪色了，好，整个都褪色了。我车照修给他，好好的，
好好的，都到现在都还很好骑，好不好？重点是售后服务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有喜欢这台的，喜欢那台的，喜欢其他台的，你都可以来看，好不好？欢迎各位来试骑，免费，好不好 ？OK， 今天讲到这里，拜拜。我们那天讲一个这台车550啊，骑到哪里？50上50啊3275。OK， 这两台车赞啊！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，可以从埔里地理中心碑骑到这上面，有够赞的，有够赞的。